19年火力全开，今天来到新的场馆，这是彰化县体育馆。由台北金华对战极速超跑的比赛呢，首先要登场。那这2个礼拜就是包括了这一周16号、17号以及下周的23号、24号呢，都在彰化县体育馆呢进行弃牌19年的这2周的比赛，而且彰化3大有线男子排球队呢也会有主场周的这个活动。其中在女子组方面，那么目前高雄台电呢已经打了10场的比赛，算是场次呢比较多的。那目前战绩呢是占据领先。极速超跑呢目前只有1场败仗了，极速超跑目前是败场数呢最少的一支球队了，甚至比台电的2败呢还少1场。所以今年看起来就是各队还是很努力了，而且极速超跑呢看起来今年真的是要朝冠军在迈进的样子。当然，对，我觉得他们今年的补强哦，其实我们从第1场球赛讲到现在，一直都在谈今年极速超跑的补强，对。举球员跟这个自由球员的这2个有经验的选手。那其中在个别球员得分方面呢，芝雅是总得分目前的第1名，那苏荷呢则是排名第2。但是苏荷呢，他的平均每一局的得分呢能够到5分，就女子选手来讲呢，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已经是以洋将等级了，所以台北金华可能是多了一个洋将。对，而且讲到洋将的话呢，台北金华今天碧雅又回归了所以今天这一场大家是有好戏可看。而且我听小牛教练说，其实他现在的状况回归之后，然后加入到球队的练习，现在的状况非常的不错对，大家可以期待他今天的表现。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极速超跑的补强为什么今年他们直接反映在最直接的战绩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从补进了这个杨怡珍非常有经验的举球，刚刚其实也跟其他的老师来聊到说，哇，杨怡珍这样子的一个身材条件，可以去挑战到意大利的联赛那我想能够排入先发，或是能够让球团能够招募你进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那证明说，代表说他的这个球质跟这个配球，还有这个举球技术方面，其实是还蛮不错的。是，确实就是说在意大利的这个排球联赛来讲在欧洲也是数1数2对，土耳其联赛啦、意大利联赛都是相当顶级的联赛。是，对。那怡珍这样子持续的在排球场上愿意付出其实也是一个带动对，没错，给年轻的一些包括示范也好甚至激励这样。对，也是一个经验的传承嘛。因为其实毕竟现在企业联赛里面很多都曾经有旅外的经验，那他们在原本的那个国家旅外之后回来之后，一定会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那我觉得回来之后，大家做一个良性的互动，然后把你学到的东西跟队上的队友做一些分享，或许能够去营造出一个新的战术或一个新的打法，也不一定了。对，确实是极速超跑现在今年呢曾经2次击败过这个台北金华。台北金华是上个球季弃牌18年的年度的总冠军队伍但是现在极速超跑呢就专挑硬式子了是。我刚赛前跟这个金华的领队游领队聊了一下，他说这个现在的女排有点像食物链的感觉，谁克谁，谁克谁这样。但是他其实也提到说，其实每个球队的球风不一样你这个球队有你自己的球风，但是同时你可能也有你所害怕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球风所以你在每一次的对战之间其实都是五五波。那你怎么从这个对方的球风之中去凸显出自己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是，那当然台北金华呢，现在以冠军队卫冕军的这个身份来出赛呢，相信他们也会做调整了虽然开季呢到目前为止也许并不是算太理想这样那就战绩上来讲了，3胜4败的这个成绩还不是说太满意，但是慢慢的调整啦，然后碧雅也归队啦，还有我相信全队的磨合会越来越好。那极速超跑今天一样这个最好的阵容Bronco、卡拉、怡如、阿飞，还有刘双林，自由球员詹嘉茵跟李怡轩。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呢，杨怡珍呢是有受伤的，对，所以于文现在是先发的举球员。那至于在台北金华方面的一任。小黑翁子云从高中转接到大学，以及弃牌现在是无缝接轨。而碧雅回来了，对，但是前几周的时间都是陈杰在顶替碧雅的这个位置对，那其实金华除了这个碧雅跟陈杰的2个交换之外，其实阵容上面没有太多的变动是。那这样的话，确实就是在台北金华方面他们稳定起来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在一起时间也都是蛮久的。那另外也要培养一些新人。好，这场比赛在彰化，另外就是彰化体育馆呢第1次办正式排球赛。
应该是说这个体育馆它有它的历史，但是这个是历史上这个彰化县立体育馆第一次办排球比赛，所以我们算是在这个历史上面会有就是留下一点点的名字，因为第一个当主播跟第一个当球迷是。对，但是还是欢迎大家到现场来看球哦，是感受一下现场这个氛围哦。今天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哈，在中部第一个开球，但是也稍微偏出去了一点点，一个发球的失误。球赛刚开始，好像大家都要适应的样子哦。对，新的场地啦，还有灯光啦、风啦这些，我们也在适应啊。因为其实刚来这个。找地方，没有，应该说这个体育馆的冷气蛮凶猛。是，也很谢谢场地主彭老师了，还有菊老师哈，他们都很快的反应。碧雅重新回归，这一次攻击得分，哇有机会救到，当然一如过去救也是 OK 的。不过大家如果看画面的话，大家对这个场馆应该不陌生，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直男的宝岛梦想家的主场啊。是，没错，就也是很多体育活动或者其他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是，双方战成了1-1的平手。碧雅回归之后的第1分，B快攻掩护稍微慢了一点点，卡拉，不过还好反应的够快，苏和封阻拦网。到左边来阿飞的攻击，他跳进攻得分，双方都是攻击的得分。目前2-1，一开始气氛还蛮热烈的。对，我刚刚漏掉了我同学这个一定要特别跟他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到极速超跑今年的成长，除了补进有经验的杨怡珍是举球之外。阿飞今年的回归 ，OK， 阿飞今年的一个回归，然后跟他的所有的这样子的攻击表现，确实帮助原本火力就已经很凶猛的极速超跑，又在更加的如虎添翼啊。是，没错。所以再加上他们的2个洋将外援呢是留下来的哈，对台湾的环境啦，还有我们快节奏的，还有来回波很多的情况之下，他们现在已经更加的适应。所以今年的极速超跑真的直指冠，而且今天周董也来到现场哦，是老板。热心支持啊！终攻破哇！刘双林的加入也是让超跑了多了一颗引擎，而且大家对极速超跑的印象可能都停留在这个超跑大乐队嘛。那今天呢？其实啦啦队极速超跑的这个周董事长他也有赞助这个彰化师范大学的跆拳道队所以今天跆拳道队呢，等一下第2场主场的时候，他们也有担任一个表演的工作那今天特别也帮这个极速超跑来加油。是一开始的气氛就是每一分呢都锱铢必较每一分都相当的慎重。碧雅重新回来。前一阵子呢，只是家里有事情，所以回巴西一趟。那么现在回来之后，依旧是精神饱满。上个球季如果真要算的话呢，碧雅很可能是上季台北精华获得总冠军的 MVP。哇，这个直线也打得很精彩啊！对，哇，感觉碧雅没有touch out 了。对，感觉碧雅没有离开的感觉这个一回来马上就进入到状况。对，就像你讲的这个，先给大家预告了就是碧雅基本上呢是更加提升了，是，完全没有任何中断的这个情形。但在这个时候，看看极速超跑的教练辛尼萨。要不要挑战，或者有没有碰到标志杆？但主审呢已经就在他的前面了，所以已经裁定这球呢是由台北精华呢做他需要的得分。碧雅的发球稍微太长了一点，稍微干扰了一下。今天感觉起来精华这边在适应这个新的场馆上面还需要一点时间因为连续出现了2颗这个发球失误。目前包括以任还有碧雅都可能针对性了怡如那边的好像要发给怡如来接的样子，结果都飘出去了。阿飞的发球，阿飞也是弃牌17年得分后，卡巴最后背举右边给可慧一个长攻球呢，阿飞手起在防守上阿飞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再来被快攻掩护，苏和。被拦到直线呢，今天于文担任先发，接着是一个西快攻，可慧这来回波相当多，再喊一下，碧雅吊球，阿飞守住接着刘双林开往进攻，还有这事情左边注意卡巴没有像
看看裁判哨音响了，判的是2次。对。哇，这一波看得出来哦，双方在攻防上面都是有备而来哦，都是充分有分析到对方有可能打的这个弱点，然后提早在那边做站位的动作。看起来超跑对于比亚这一点哈，应该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啊，所以更加的熟悉。比亚这样算下来已经是第3个球季待在台湾的企业排球联赛。企业发球并不是太理想，比亚进攻还是能够守住。你看，真的阿飞连守2次，比亚的时候这个吊球最后。突然到了死角，让宜轩也没办法救起来。当然，几次的强攻以后哈，一个吊球的小动作会发生效果，很好。就是其实攻击手就是要这样打吊哦，让随时改变这样的一个节奏。甘可慧也是国家队的国手呢。事实上，这些国手们相当辛苦哦，包括练习以及这个亚运最终目标。打完亚运已经10月中了，是10月份回来以后，马上就是记牌，就是10月15号、16号开始。而且最近又是各大联赛的这个开始预赛的时间，对，没错，对，对，像上礼拜也在我们高雄刚结束了这个，应该说这个礼拜哦，刚结束了这个1级的女子组大专，对，预赛，对，那所以像这个北师大啦，以及这个台师大，他们都是已经连打了1个星期了，是，但现在看起来大家精神都还不错哈，到了气排这个电视的转播。不过现在洪清提到的就是在场地适应这部分哦，几乎超跑要赶快的进入状况，已经有3次发球失误。因为这个场馆超跑也出现了，是因为这个场馆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倒三角形的，就是说1楼的平面，因为现在有观众席，还有很多的设备进来，但是它的看台的部分是有点像开花的这个感觉，所以有时候你跳发的时候，你丢起来，你会被上面的这个空间感所稍微影响到一点。OK， 确实哦，这真的这样形容，你还蛮有艺术眼光的哦。因为如果是八卦山大佛的话，通常莲花哈，这有点像莲花的形状。这个发球失误 ，Bronco 自己也不好意思。Bronco 是第2个球季待在台湾，今年他的攻击的成功率49%呢，是最高的球员，也是史密萨教练的一个要角。史密萨教练第1次带女子队，不过排球还是排球，过往他多半都是带男子队。卡拉斜线的但是也针对卡拉也注意到后排的进攻太常出去，苏和攻击出界，不过确实也是需要的，机会有制造出来哦。对，这个球适时的做给苏和也是很好的选择。苏和目前平均每1局可以得到5分，也是每局得分最高的球员。那智雅平均每1局也有3.95分。第3名的每局得分最高的第3名是许芳敏哦，年轻的凯撒队的这个年轻的球员。哎呦，界内谁于文他的发球本来就蛮强的了，对。那今天担任先发的主力的举球，真的在死角是发得很漂亮，也逼出了小牛教练叫出暂停。过去也来不及了，然后各位打起来不活泼，然后球放的位置可能要再放前面一点，有一点压到的进攻还是要强势一点，打不起来，现在是打不起来，而且把自己的节奏要活泼一点，得分都很淡定，然后跟昨天大学好像不太一样一方面确实是包括第1次来到彰化了，然后另外就是洪经理刚刚讲的，那北师大啦，当然那边是国体大也有一些球员哈，然后高师大，双林现在是不是还是高师大嘛？对，他们也都是参加UVL 的第1循环的这个比赛。其实这几队的这一次的收获都蛮不错的哦，特别高师大这一次也是在预赛只有输给台师大也取得这个分组第2，4胜1败。哇，很棒的成绩。对，那北师大是5连胜，就是哇，但是这样的话几乎没怎么休息了哈。是没怎么休息。不过我想以这个青春的霸退这个在恢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OK， 比亚吊球，哇，感觉有点跟不上乙任的这个快节奏的球哦。对，还是有点生疏啊。来往出界，而看到了阿飞的攻击的得分。气排17年得分后，刚刚双林这个救球就已经是相当精彩了哈。
至少在场上每个球员都战战兢兢了哈，自己的事情该做的哈就都尽量做好。目前阿飞个人攻得了2分，第一局的比赛是几乎超跑战队领先，接发靠网，哎呀还好，最后用拨的，我们看到翁子。应该是翁子云吧？对，哇，这个球它其实在空中的制空能力也不错哦。而且它这个球呢，如果你只是轻轻的这样碰过去，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效果。它虽然起跳的时间有点早，那最后在下降的时候，它还是伸长了他的手，然后稍微做这个对球做一点点加压，所以也让这个吊球变得更有质量。是，就虽然是大一的球员哈，但是看起来也是很冷静哈，同时也是已经是先发的。这个蓝中手了，翁子云在上个球季，率领就是在事实上是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英歌工商拿下了他们队校史上第一次的高中女子排球联赛的冠军。翁子云啊、林良代都是在阵中的球员。第一块掩护啊，一路扑下去就到了，痴情单手举球，再是翁子云，修正球给卡拉不好打，除完第2个短球不让毕亚有攻击的机会，然后给苏荷，但是。右边有毕亚，左边有苏荷，左右开弓。对，苏荷这个点哦，好像是到今天为止哦，目前第一颗有攻击得分啊。对，因为前几次大家可能有锁定他的一个攻击的路线，好，然后他几颗后排的攻击也出现失误哦。苏荷也透过国际赛的经验洗礼，现在也更加成长啊。那对于高大的篮网者呢，他相信他有突破的能力。是。发球架压哦，小黑也曾经是大会哦，界内这个送上遥远祝福，卡拉送出了长线直达，这个直达垦丁好了，刚好在界内就是了。卡拉目前得到了2分，卡拉本季得分75分，当然没有像上个球季他得分后这么的出色，但是慢慢的好相信。在史密萨教练，而且看比赛了哈，对，到了最后的季后赛啦，还有总冠军赛才可能更加重要。其实你看数据哦，为什么今年卡拉他的攻击能力当然是毋庸置疑，但是为什么他的这个平均得分比上个赛季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代表说他们队上的队友跳出来帮忙得分的这样的状态越来越多，是哦，所以也减轻他的一个负担。那我们看到整体的极速超跑的战绩是往上走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对，有时候如果是大炮手很强、太厉害了，是那像连庄一定是靠布莱恩嘛，当然布莱恩个人能力有机会决定胜负了。是这个篮网中间 ，Branco 一道铁墙，哎呦喂啊！哦，几乎超跑现在各个点现在都打开来的样子哦。这也是这场比赛极速超跑第一个篮网得分2队加起来的第一次。比赛还不到15分哦，但是台北金华已经叫2次暂停。可会上去的时候，阿力已经有跳，我们把你往两边的地方丢。可会有离开阿力的时候，可以再找可会。然后呢，反过来的时候，阿力不在的时候，快攻我们可以多抢。再来，Bia chance ball coming. Everybody know like university game. Chance ball 100%. We need a get point. Cannot keep get point. 来，大家加油啊！加油！金华！3分差的比赛还是有机会了哈，扳回了，所以要盯一下。那台北金华是卫冕军哈，不过算下来呢，在最近的4场比赛吞下3场的败仗，其中输给极速超跑2场，所以今年还没有赢过极速超跑台北金华。刚刚小牛教练特别强调，也跟碧雅这个信心喊话，呛死球过来，我们就是急需要那个分数的进账。他在台湾的2个球季的攻击成功率都能够在40%以上。靠网，哇，敢打刘双林，现在反而是变成极速超跑增加了一个攻击火力。对，这个球有点惊险哦，因为这个球余文他的举球其实并没有到位，而且比较短了一点，又比较矮哦，所以其实双林也靠着他的这个助跑，赶快赶上了那个攻击的时间点。平常双林呢动作会稍微大一些，稍微慢一点哈，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让你在那边摆臂了。对，逼压强扣，但是在防守上没关系，甘可会的霸包。哇，这个球阿累应该可以再上去做第2次的拦网。
哦，对，还是要积极一点。对，不然你手举高在那边也可以干扰，看能不能挡到。对，或者让可慧就不敢太直接进攻。这时候把毕尔稍微换下来，那果然陈杰上场了，对，没错，对。那另外举球员的乙任呢也下来，让陈立荣上场，陈立荣也是替补的举球员。对，这一个2换3的战术阿飞拦到，并且后面守住邱世琴开网的进攻球转下来以后，李怡轩的防守跟接发都是第1名。拦网出界，刘双林，哇，一球1分，基本上。来自高师大的刘双林，哇，他这样的话要跟超跑的其他队员配合的话，也是，当然他是外围大炮手了哈，所以也许是比较好配合一点，修正球可能会给他。对，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因为排球毕竟是团体运动啊，还是要长时间一起训练，那个效果才会比较好。对，没错。斜线攻击，单手救起来是陈杰的防守比他接发球好球率更高，扑下去救到，但是触网，可惜可慧也仰天长叹。对，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默契的搭配其实你说4号位的主攻手，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场球赛，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多的来回波，大概都1波2波就得分了。但是我们刚提到的默契，其实有时候你要配的是什么？当你来回波多的时候，你的跑位、你的站位，这个都是需要长时间练习所培养出来。是，有时候举球员一个暗号什么的，或者自由球员一个暗号，大概知道怎么跑。是。哇，这段时间超跑也很聪明啊因为知道双林的状况很好，所以不管是修正举球或是第1波的攻击，都希望可以把战术做给双林。刘双林目前这局已经得下了4分了，也是2队得分最高的球员。目前极速超跑取得17比11后，这个引擎运转的相当的好一下准备要甩开对手了。陈杰敢打转直线呢，阮玉文稍微慢了一点。不过阿飞今天防守非常好，同时拦网方面不差。苏和的拦网其实也是有进步的。这一回则是甘可慧拦下了这一球。对，但是大家有看到那个动作其实苏和定位比较直线，但是可慧在空中的时候，他还有把2只手往右边这边做延伸，所以那个并位的那个密度做得很好，让对手没有什么攻击角度了。再一个拦网扑下去，卡拉救到修正来了。双林这次选择吊球，后面有陈立荣。可慧的修正举球小黑攻击拦到了，前面是 Bronco 的拦网，后排给卡拉。伸出一个怪手，可慧差了一点，卡拉的虚攻球得分。卡拉这个球掉得很有经验完全就是可慧掉下去的时候他才做出手，会忍不住去碰那个球。对，而且人体在往下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力量是最弱的时候。这样是要练腰力。转成直线闪掉 ，touch 咯。无论如何是小黑的攻击的得分。方宇跳得很快。方宇今年的接发的好球率也能够到43%。双方换人，然后再把翁子云换上场。这时候陈丽君也上场。发个短球过往击坠但是膝快攻 Bronco 太高，打点实在太高，对，而且出手又快，对。哇，他其实并没有加太多上半身的力量，完全就是手腕的带动而已Bronco 也是有经验的一位国际选手，他在今年到目前为止，他的攻击成功率49%，是我们气排女排目前攻击率最高的。右边攻击单手垫高，还有后面刘双林的防守有进攻有防守，每个球员都要。逼快攻掩护，接着小黑攻击，这个部分配合还蛮不错来回拨了球。方瑜的得分，还是要试图继续来攻击阮于文这个拦网点但是这个是正确的因为目前在前排的话，其实另外2个拦网者的这个拦网高度是比较高的。看起来杨一真的受伤好像他霸包，
最后还是掉了下来。小黑在最近连续的攻击的得分，慢慢把比数给追近。目前吴方瑜得到了3分，这场比赛15比19落后4分。台北金华在追赶中，陈杰发球，上手接发不是太顺，只能够修正，来不及喽，呛死哦。chance ball 的话，给小黑左边转直线，这一次攻击得分又是打阮玉文的直线。哇，超跑可能要注意一下，已经连续被灌好几颗直线攻击进来了哦。果然，史密萨教练是叫出了暂停。超跑这一局的第1次暂停，目前超跑以19比16领先3分。If we say on the first attack, it's cross court. All the rest, you close the line completely. Okay? It doesn't matter if she spike over you, no problem. But you close the line. Okay? Okay. Don't let them back. Okay? Take it easy. Side out. First ball. We play good. We play really good. Come on. Yes, come on. 其实超跑最近的5场比赛是4胜1败，事实上他们今年球季到目前为止只吞下1场败仗，是目前呢败场数最少的球队。那刚刚史尼萨教练也对阮玉文有这个交代一些篮网上面的这个战术了哦，其实就是他说你被人家打到手没有关系，但是你直接你要把你该设定的路线，那个路线你要把它拦死，我们后面的才来针对你拦网的路线来做来做防守的布阵。是，苏和守起来这个球，后排给陈杰的进攻，背飞的怡如，而邱世琴守住哦。小黑从后面过来的球并不好打，打出了长线球而出界。这一分对吉鲁超跑还蛮重要的，让他们来到了20分。不过在这个时候，小牛教练是提出挑战。挑战的项目是触网，并不是接连接尾，而是触网。今天在彰化体育馆也是气排能够来到彰化，相信也是彰化球迷看篮球的也可以来看排球啊。对。而且彰化那个，比如说彰化女中或者彰化高商吧，它也都有乙组的排球队。是。另外福星国中，彰化的福星国中也是排球的重镇。对，听说等一下也会有大阵仗要来帮这个地主三大有线来加油。是。那今年福星国中呢也是创校60周年所以也是能够欢迎呢校友呢回娘家，所以一方面回福星国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到彰化体育馆来看看排球比赛，是因为福星男女排球队都有，是，而且他们校友的这个校庆的活动应该是在下礼拜的下礼拜六，对，刚好时隔现在大概1个礼拜后，是现在着急了，对，12月23号呢就要希望福星国中校友回娘家。先发的球员再度上场，乙任跟比亚再度上场，到了20分以后了，大概都会把先发球员留在场上。对，但现在落后4分，台北金华。于文的发球其实有威力的，左边给比亚上场之后，哎呦，还好是被拦回来。小黑右边2号位置被拦了下来。哇，今天超跑在整个拦网跟防守的布阵上面真的是有备而来，他们其实都充分去锁定到超跑金华这边每一个攻击手他们喜欢打的路线。然后第一波的没有拦到的话，其实还有第2波的拦网的布防，而且他们今天在第1局里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让金华直接攻击得分的状况太多。没错，很难说一球定胜负，对，几乎都有防守起来。对，当然这部分台北金华啦或者台电女排也都是做得非常好。是，但吉鲁超跑以往给人印象就是大炮攻击了然后就是中间拦中手呢人高马大这样子，直接想要得分。是，但防守或许是他们比较弱的一环。对，但今年有进步有提升。简单来说，之前的超跑是这个攻大于守啊。对，那现在有一点攻守俱佳的感觉。哇，形成了一支相当强的队伍。在这时候，吉鲁超跑提出挑战。挑战项目呢是触网。
好，今天就是12月16号，明天12月17号，以及下礼拜12月23以及24呢，都是很欢迎球迷朋友们和中部地区的球迷能够到彰化体育馆来。我看刚刚也有台中的球迷，其实台中到彰化非常近，非常方便。对，我刚刚就从台中过来。哦 ，OK。这边如果要搭高铁的话，建议啊，这是在地人跟我讲，对，到台中站，大家都认为说要到彰化站。而且你如果说，因为像我刚刚坐计程车，那当然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哦，那其实可以到乌日高铁站那边，然后就直接搭台铁，先到彰化火车站。然后彰化火车站那边其实都有很多，比如说像 U-Bike 啦，或是对共享单车什么，其实都可以再骑过来，也运动一下，也欣赏一下我们彰化的风光。对对对，最后一段这个好汉坡爬上来那很厉害。我就是因为那个，所以我决定搭计程车。不过，所以八卦山这边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景点哈，那现在规划的也都非常好。下来没有触到这个角度来讲哈，并没有触网，网子也没有动。对。好，现在由台北精华拿下了这一分哦，20比17哈，3分差哦。看看这场比赛第一局如何演变。哦，今天一共3场比赛，稍后有2场男子组比赛，其中彰化三大有限呢是他们主题日的这个活动，主场日的活动一定是叫好叫座了，会给大家耳目一新。小黑的发球，小黑在棋牌17年他是发球得分第1名哦，破坏了接发球哦，阿飞并不好打拦网得分，台北精华最近呢18比20。超跑应该打得更有信心哦，他们现在是领先的一方。18比21，对不起。哦，加压的接发球，小飞直接把梦吞下去，哦，成立翁子云的得分。现在追进到19比21，只有差2分了，所以史尼萨教练再次叫出了暂停，两边暂停都已经用完了。Don't wait for them. We must play. Yeah? Come on. Come on. Always in this position one we have problem. We have to solve this quickly. Okay? Good receive and side out. First ball. Okay? Come on. Come on. 接发球了。对，接发球，然后教练也自己也跟队友讲哦，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一轮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要赶快去修正现在这一轮的问题，赶快一轮把它轮过。而且这一轮其实看到哦，阿飞、双林、怡如，然后还有卡拉都在前排，所以他们的攻击手非常非常的强。那你这个时候接发球没有接到位的话，再强的攻击手也没有用。也是哦，那双林的接发球其实是还不差的。好。尤其是怡萱，但这球踩越中线呐，还是无论如何，这个球是判给了台北精华的得分。就超跑提出挑战，挑战项目是逐步犯规，刚刚卡拉看起来是刹不住车了。到了第一局的后段，每一分都相当关键的所以也是斤斤计较。过去史尼萨教练带的都是男子队了，不过他说，排球的内容精神还是蛮相近的。对。那而且带女排，他也觉得他对他自己有进步，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有不同的哈，但是也有趣的，也是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像Mora，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对不起，应该是在中间跳起来争球的时候，拦网球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球已经越中线，了，对，越中线，要整只脚跨过去，对，踩线是没关系，踩线没关系，1分差而已哦。接发破坏了接发球，卡拉也跌倒在地，又是台北精华的机会，可能是给碧雅嘛，哎呀，但是这个球没接好。还好有舒和在得分后，林书和快速的反应哦，他
知道也许对方会拦网，但是他反应相当快。对，你看这两个人的对阵，怡如跟舒和两个来比的话，双方同时起跳，一个攻击，一个拦网。但是跳下来落地之后，谁先上去？舒和先上去，所以舒和他本身的这个爆发力跟瞬发力来说的话，确实比较好一点。这是接发稍微好一些，对超跑蛮重要的。再来一次，不着急，余文的举球，哎呀，太出去了那么一点点。还有换成了卡拉吊球，落地。哇，心脏够大颗哦！这个时候来放一个这个抹球啊，几乎是用手腕这个地方碰一下的。整个体育馆应该只有他自己有敢抹球的这个想法。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他要强攻啊。22比21，极速超跑领先1分。第一局就给大家好看，接发到位哦，就是请西快攻。但是没有打好哦，超跑阿飞开网 touch 得分，阿飞起牌17年得分后，上个球季是受伤休养，现在重新复出哈。刚刚洪金也提到了阿飞的伤后归队哦，那而且火力已经几乎哈要复原，对超跑是力多。哇！阿飞拦下直线这个球，哇，有那个气势哦，来看一下。哦，而且这个拦这个球很不容易耶，这个球是开网哦，然后你又面对那么有经验的舒和，你的那个手型啊，稍微有一点点不对，这个球很有可能就 touch out 了。第一快攻拦网出界，攻击的得分，翁子云表现出色，年轻的中间手，才刚升上大学1年级，也是在上个学年度117学年度的 HVL 高中排球联赛莺歌工商获得冠军的队员。他跟林良代来到了这个北师大哦，那其他他们冠军队的队员有部分的是到这个台北大学。哦，你说是台北大学，就是在三峡的台北大学，所以台北大学也有女排队了哈。但是洪子云的发球失误也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在第一局极速超跑是以25比22拿下。当然赢得也是蛮辛苦的哦，第一局是叫好叫座，而且非常的接近哦。别走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彰化体育馆，弃牌19年台北精华队极速超跑。我就先来问超跑这边的加油团，可以吗？好，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有派了一个我的小助手上去跟你们一起小互动。我先来问我们今天的问题，请问一下，我们在彰化县立体育馆，那它是哪一队的主场呢？我数到3哦。好，我刚刚好像没有讲，我们如果答对或是跟我小互动赢了，我们就有机会赠送我们弃牌19年最新推出的纪念小球。好的，那请问一下，我的小助手到了吗？到了吗？到了 ，OK， 好，那我数到3哦，我数到3哦，我数到3，请小助手帮我点1位，然后把麦克风递给他，1、2、3，好，就那个叫的那个，就叫的那个，好，把麦克风给那个叫的那个，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你穿黑色外套绑马尾的那个女生，就是她，就是她，就是你。没有穿黑色外套绑马尾，对对对对对，旁边白色外套旁边那个，没错，就是你。请问一下，三大有限什么？再说一次。彰化三大有限。没错，我们这一周跟下周的主场就是彰化三大有限队，那就把小球交给他。好，那麻烦帮我把麦克风还回来，谢谢。再来，我要来问这边金华的球迷，是吗？金华的球迷们，我好像觉得有一点冷静哦。金华的球迷是你们吗 ？OK， 有点冷静，那我就要问楼下的喽。好，那请问一下，我来问摇滚区的好了。请问我们今年弃牌19年，除了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是首次比赛之外，还有一个场馆也是我们今年才有的。今年哦，在北部很北的那个，来，我数到3，我就给下面我们 VIP 摇滚区的人，1、2、3，
好，那个戴白色艾迪达帽子，麻烦帮我把口罩拿下来。没错，基隆县立体育馆，那你要接好哦。好，小心小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最后来，我来移师到黄色这边。你们想要小球吗？想要吗？哦，好大声！来，那我直接哪里？好，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你只要赢过我剪刀石头布，我就把小球交给你。剪刀石，我要出剪刀，真的，剪刀石头布，很好。好，我丢给你哦，小心不要掉下来哦。OK。好，那我的小帮手在哪里呢？这里。好，那我们剩下最后一颗球，当然就是要来问紫色这边了。紫色的观众朋友想要小球吗？我需要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很好，那我来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看的比赛是篮球还是排球？我数到3哦，好，来，我数到3，我这边两边一起，1、2、3。后面那个黑色外套，就是你在跟我招手，对，我现在也在跟你招手。请问一下，你在看什么球？小帮手，快一点哦！排球。没错，你现在在看的就是排球比赛。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局还是会有送小球的活动。最后，我希望跟大家的双手一起来帮这2队加油，欢呼打气，谢谢。好，非常欢迎您回来。在彰化体育馆的企业排球联赛19年的赛事呢，12月16号以及明天17号，还有下礼拜都在彰化体育馆有2周的彰化三大有限的主场周的这个活动。那今天第一场女子组比赛就相当接近，就是超跑跟台北精华25比223分差，超跑拿下了第一局。2队适应场地呢各有3次的发球失误了。那在攻击方面，攻击力其实几乎一模一样哦，就是失误也许稍微少一点点，然后的队伍也许就有机会。对，而且最后其实一路领先的是极速超跑，但是精华在后半段呢，确实展现出他们这个非常坚强的这个韧性。包含很多的这个防守反击回来之后，其实对极速超跑这边也造成一定的压力啊。是我们看到在攻击路线上面呢，极速超跑在现在来讲呢，他们当然4号位以及左半边这里的快攻有 Bronco 嘛，左边有双林在那个地方哦，所以大概中左边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今天台北精华的后排的进攻这一部分呢，并没有发挥的太多哈，而使得特别是针对碧雅的这个攻击这一点的防守做得很好。对，而且不只是对碧雅，其实今天整体极速超跑对于台北精华的这个防守来说，我刚刚第一局有提到了，几乎很少让台北精华是直接攻击落地得分哦。你最起码都有守起来1波至2波，然后又可以完成反击。比赛的一开始呢，又是发球的失误。洪子云也要防守，不好打的一球，弯下腰去的是刘松林，几次的救球蛮不错的，靠网哦，太斜了，但是还是决定要守。后排进攻 all in， 由超跑拿下这一分。对，后排也是精华很重要的攻击的方式之一啊。那你今天后排这个点没有打出来的话，你依靠前排的部分。你如果对到极速超跑拦网并位做的这么扎实的球队来说，其实突破率并不高啊。是。现在排球也是讲究快速，
就是包括你看从快速的平举，然后而且是远距离的平举哈，各种变化都很多。能够守起哦，阿飞处理球，但是手腕用得相当好哎，inside out的进攻让比亚也措手不及。哇，这个手腕转得非常的漂亮，直接外转差不多90度以上了哈。对。阿飞到目前为止个人攻下6分的这场比赛，也是两队得分最高的球员。比如发球接发 OK 哦，绝被飞跑动啊，甘可慧的攻击的得分，就是要避开这个 Bronco 的拦网哦，就是阿累的拦网。每一个拦网者一定都有他的这个优点跟缺点，那你在整个调度当你是攻击方的时候，你就要去针对这个拦网者他的一个缺点去做攻击的，或是战术上面的设定。那我们以阿累来说的话，阿累在原地的，你如果让他在原地的话，你要跟他比高度，这应该是很难的哦。对，跟所谓的这个拦网的高度打点来说的话，其实你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他在并位移位上面，速度来说确实是比较慢一点，机动性比较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用长距离的背飞，或者是一些距离差的战术来对付的话，会比较有用。多碰了几次以后，各队也都会针对因应，是有一些破解的方法。对，所以你看，其实精华到今天为止，并没有打太多近身的这个快攻，比如说 A 快、C 快，哦，都是打 B 快或者是背飞拉出去这样子。换到左边来，刘双林做好了动作，而宜轩的卡瓦防守修正球从后面过来，但是刘双林敢于进攻 ，B 快掩护，接着可慧的处理球。是超跑的呛死，哎呀，进去的太早了一点。这个时候，当然，其实也有配过几次了哈，相信于文也已经在超跑一段时间了。但是目前为止呢，配合第2局的情况呢，还并不是那么顺了，所以技术超跑叫出了暂停，2比6落后台北精华。第2局台北精华呢，目前是以6比2领先。今天技术超跑的南卡西大乐队还是有来了哈，然后红色的这个加油团哈也蛮庞大的哦。是，哇！场边看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福星国中的这个应该是排球队的学生也开始聚集哦。OK， 男女排球队都有，对，而且在彰化也是排球发展重要的地方哈。许教练呢所带的。后排攻击有了，这一次苏和强扣攻击的得分。哦，从杭州亚运回来，当然也有点疲态了哈，但是选手的工作就是在球场上好好的发挥了哈。那现在大家精神也都是比较好的，说在第2局也得到2分。一般的上班族 OL 其实也会有疲态的时候，我们当你是运动员更没有办法避免。是，但这个舞台这个场合是自己所喜爱的，当然对，所以平常的付出的练习，就在这个时候呢，要来好好发挥。是乙任拦到了右举的球吧，反正直线乙任呢还是能够，哎呦，这台北精华自备啦啦队，冲扣广口守起来是邱诗晴。太长，哎呀，还在界内，要不要挑战？哇，这段时间超跑的跟第1局相比哦，整个防守的积极度、专注度都已经有一点点散掉了哦。对，然后再来是他们的目前的其实接发球都有到位，但是目前为止好像跟第1局搭配上面，举球员跟攻击手的这个节奏没有像第1局这么的一个流畅。这球跳发加压也相当的不错，苏和浑身是劲。这局他也得到了3分，包括1次发球得分。阿飞身体恢复，到目前得到6分。
发球也相当不错，接发球是小黑，小黑自己接自己攻，出界，闪太多了一点，闪太多了。其实可以大胆的去挑战于文的拦网就好了。于文，所以现在就是举球员呢，也期望有比较高大的这个身高了哈。是。北非爬网过来，幸运的一球，可慧哦，可慧现在在前排呢，件数蛮多的哦。光在这一局他攻击得分得到了4分，目前10比4，台北精华在第2局领先。今年他一向是跳发，不过跳发的威力不算太强。哎呀，但这球直接发球得分啊！在接发球这一环也是这个超跑他们的一个问题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席米萨教练又再次叫出了战术。还是要赶快去调整他们的一个接发哦。对，因为没有接发的话，你就没有组织，那你有再好的攻击手都没有办法发挥。像卡拉2个人抢球，哇，又是接发的问题哦。对，卡拉右群其实接发上球技术都不错，结果被对方快攻，觉得这看到第2局现在超跑这个台北精华的快攻好至少变多了啦。对，而且我刚刚讲的，他们还是打这种稍微长距离的这种快攻，对于这个阿累的拦网来说的话，会比较减少直接被他拦住的这个风险。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乙任的举球会相当的有经验，单手救起来，还有台北精华球不落地哦，左边小黑很快的跃起爬过来，这次送的蛮不错，防守很好，蔡友群攻击得分，友群现在变成替补的攻击手啊，但是也把握上场的时间。对。今天蔡友群的第1次的得分，他在上球季呢其实是大会气排女排得分的第2名，总得分第2名，仅次于卡拉。吞下去，2个人中间还是攻击于文为主，而小黑得分。在第2局，现在台北精华进行的蛮顺畅啊，13比5领先了吉鲁超跑。乙任发球，乙任目前的举球好球率是位居第2，仅次于杨怡珍。卡拉这边斜线这样，欧子瑜是不是太出来？对，而且他的虽然并位过来之后，他的左手也没有在做往外侧的一个延伸，所以让斜线出现一个很大的空档。卡拉在第2局的首次的得分，目前全场拿下了5分。接发到位哦，邱世晴直线左手臂，哎呀，直线出界4号位，没有 touch 到。在这时候是台北精华提出挑战。哦，挑战的并不是 touch， 而是界内界外。今天杨怡珍是有来练习了哈，但是并没有上，2个膝盖都绑得还蛮，而且特别是左脚哈，还是包扎着，是有上去跑一下了，但是看起来没有办法上场。哦，出去了一点点，很接近。
其实那个直线距离台北精华的教练团这边相当远，对，还是挑战。我比较佩服的是丝线员哦，这么远，然后还可以，就只有差不多对，可能2只蚂蚁的这个。对，他也是很远，因为他也是站在精华那边。但是因为他是看直线啊，所以角度来说比较好判断。是。这个球倒是小黑还以颜色，送出了一个直线球，卡步兵哦。那现在就是换超跑要提出挑战界内界外了。对。那郑教练现在哈也继续留在超跑哈，担任这个助理教练。对，郑明峰教练。该做的事情呢都是各司其职。对。超跑啦啦队。来到了台中啊，今天周董也来到现场，而彰化的球迷、中部的球迷也都欢迎哈。好，这个就是返校日哈。对，彰化县福兴国中，对，他们在12月23号，哎呦，挑战成功哎！对不起，这球是界内的，这球界内的，对不起，这个画面秀错了。由台北精华得分。14比7，在第2局比赛，台北精华领先。小 A 发球在棋牌17年，他的发球得分第1名，背飞一入，守起来是以任，修正了举球，直线拦下来了，而且卡莱帮忙拦网，中间。宇文过来给卡拉左边攻击，界内转下来得分，哇，还是蛮不错的攻击。他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想办法得分，这个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主攻手必须具备的能力。刚刚看到2个拦网者已经完全把他可以打的直线、斜线全部封死，这个时候你能怎么打？就是打长、打喷，往长线去打。他们都是来自巴西的选手，卡拉还有比亚，逼快攻。转直线，舒和重炮手来了，他的磅数可能算下来真的是最重的一位。而且他这个球特别让球再更快一点点的出手，然后也越过了这个阿飞的拦网的这个时间点。你像个儿不是那么高的，像舒和啦或者小黑啊，他们的速度上都会蛮快的，加进去出手都很快。小黑的发球稍微太长。卡拉上球季他也是发球第1名，总得分也是第1。怎么修正处理？他其实他的接发球也还不差。甘可会自己接着转直线呢，还是比亚攻击了得分。这个对位来的有点太慢了哈，所以也让比亚有一个直线出手的机会。而且戴以任跟他配的也有一段时间了哈，知道他的高度也好啦，是还有他。基本上台北精华都是比较快节奏的进攻。目前第2局比赛，台北精华16比9领先。到了16分，中间的这一段慢慢替补球员上场，换了双换人了，但是举球员陈立荣上场，另外陈杰也上场。接发好球，宜轩中间一个搭配组合进攻，但是还是被守起来。小慧自己守住，而且还能够后排处理球。再来给左边蔡佑群转成直线，难到了。可慧在中间换成左边给苏和上手可能太长，但是卡拉守得不错。这个他跳了进攻，对超跑相当重要。替补球员蔡佑群敢打，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的，当然在上个球季他是总得分第2名，仅次于卡拉。那时候双林没有在超跑对，那时候右群是蛮重要的角色。一如发球也有威力，过往击坠但接发蛮好的，接着很快速的进攻，哇！超跑精华的得分，精华这些搭配相当快速。这个球超跑有一点点想要跟裁判争取一下，以任刚刚在空中，这个应该是陈立荣举球，对，立荣举球的时候在空中有一个连击的这个嫌疑啊。苏和在这局已经拿到5分，蔡佑群的接发并不是太理想，蔡佑群攻击吊球，哎呀！这个时候
这个球应该是守大斜线的吴方瑜要先来做这个补位的动作。哦，不是自由球员过来。对，因为自由球员他守的是后排中。好，那毕竟2个人上去拦网的时候，你后排中要有一个人去防范这个 touch 起来喷的比较远的这种球。OK。对，所以不能每个人都进来前区这边。是，上手的处理防守苏和，小黑攻击被拦回来。还有卡巴再给就抓了，小鹰抓小鸡，甘可慧的得分。哇，在变换来回波的时候，这种球当然辛丽莎教练认为是有持球的嫌疑，但是裁判认定了这是一次攻击的得分。甘可慧在第2局个人就拿下6分，全场累计也已经得到了9分。接发 OK 哦，蔡友群自己接自己攻击转直线，直线是陈杰也是拦到了，一个被举球哦，苏和的举球单手就到卡拉跌倒在地上，不好打了一球，1对1，陈杰连2次拦网都不差，吊球碰了一下，哎呦生了怪手，陈杰得分。中间手会着急了哈，有时候队友会成为防守的这个最大的敌人了。下面已经有人在等了，突然生了一个怪手。我们年度的那个趣味奖啊，我们办一个最佳怪手奖，送他一部那个工具机好了，怪手。蔡友群的攻击的得分。哦，这第2局其实右群已经得到4分哦，其实他是第2局的主力球员了。第2局台北精华进行的相当的顺畅，目前19比12的领先。哇，攻击点稍微低了一点点。对，路线上面也没有做太多选择的机会跟空间的哦，因为这个球来的比较快，然后又比较短。卡拉拦网的得分，卡拉目前得到了7分。蔡友群的发球，贝飞的这次哇，又是一样的问题。对，陈立荣在举球的时候脚有伸过来，跟刚刚第1局余文的那个举球是一样的。很快的，台北精华提出挑战。哦，超跑现在慢慢的加足马力要追赶哦，每一分都计较。挑战时间哈，就是球迷时间。台北精华一样哈，是除了是上个棋牌18年的年度的总冠军之外，另外他们现在也是人气球队。哇，今天第1裁判看这个看得蛮准的哦。一般是第1裁判看。对，因为刚刚是第1裁判主动先发第1声哨音下来，所以代表是他第1时间有先看到。14比19，超跑在追赶中，苏和的接发球，小黑攻击，蔡友群守住，本土选手表现出色，卡拉进攻，落地得分，然后追进到15比19，只有4分差。这时候台北精华要考虑了。卡拉目前得到了8分，现在先换人。还并没有叫暂停。BR 又回到场上，另外乙任也再度回来，先发球员重新上场。当然这样的话，替补球员就不能够再上场，当然就替补他们2个人的球员就不能再上场。不过已经进入到比赛的后半段哦，还是换上先发比较有经验的选手，看能不能把这一局顺利的收下。确实，台北精华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接发到位哦，比快时间差的进攻，最后喷得够远，小黑的得分稳住，20比15。有时候一个举球员确实对一个球队有一个安定，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是举球员才这样说，但举球员很重要啊，是真的因为很重要。他要负担的这个责任太大，因为有时候你接发球接不到位，你要用举球员来把接不到位的球修正回去，变成好球给攻击手处理。确实，哇，这个就很重要了。对，而且哇，单手救球必要救到，而且苏和还是单手救到，还在哦。卡拉进攻斜线啊，卡拉送上了致命的一击，一个重锤落在彰化体育馆。
也逼得台北精华叫出了暂停，20比16，4分差。技术超跑最近拉出了一波5比1的攻势，现在只剩下台北精华还有1次的暂停。最近的得分里边呢，台北精华也有2次失误的得分。布朗克尔发球，接发 OK 到位，选择快攻。翁子云这次被拦到，左边卡拉再一球，卡拉加足了马力哦。前面也有1、2场比赛，比如说碰到凯撒的时候，他可能会稍微休息哈，要比较少上场。现在储存足够的能量为重要的比赛来出赛。哇，这个第1局跟第2局好像双方的这个状态有点互换的感觉。刚刚第1局也是极速超跑一路领先，然后到后半段精华才开始追赶。那现在第2局又变成相反的一个状况。一场精彩的排球赛事就是这样子。哇！是右群一个非法阻挡，挡到了自己人，就是这个阿累应该是在自己的国家一个没有修田径课的跨栏你要这个如果学跨栏的话就很轻松对，可以过，你就不用再绕一圈了。哇，要当一个排球人看起来不容易啊，又要练体操，又要练跨栏。卡拉吊球太靠网，没有过来，发生了攻击的失误，这2分，台北精华又再度保有5分领先优势，22比17。这个球应该是他自己选择上面的失误啦，因为球其实有到位，所以他自己也很自责。你说可以重扣？对，可以重扣，可以打直线，可以撇 touch out 都可以哦。是，其实当队友应该也会看。对，而且他刚刚要放的小球的那个点，其实苏和也等在那边了。是，这次想要报球，但是被拦到，小飞在后面防守，接着苏和，同时蔡友琴的防守哦，第一手的举球给卡拉，这次收场，永远祝福，拨得又快又远，卡拉报球成功。还是有追赶的机会跟空间哦，毕竟现在才落后4分，然后精华的分数还有到3分才结束这一局，所以其实大有可为啊，就没有放弃哈，当然，就坚持到最后，这样让这运动的精神的呈现出来。加油，余文的发球，不过施琴的接发也有进步了，攻击被卡拉拦了下来，巴西对巴西，阿飞攻击垫高，一任防守还可以。但是超跑的呛手，可能出界，哎呀，很敢放，很敢放，对，判断正确哦。包括如果这个球让它落地，然后又得分的话，应该这一局就结束了，因为整个士气都没有了。那要很大胆了哈。对，然后可能队友也最好是有2、3个人过来看的，这个都需要经验的哦。常常判断，常常去防守，其实对空间感跟距离感的话就会有差。是，苏和报球成功，而且组合的进攻啊，这次的攻击在右群比较不好防守的地方，关键的这一分23比19，台北精华接近到第2局的比赛。而且台北精华现在在改变他们一个战术的运用，刚刚前几波的攻击都是一个快攻掩护之后拉去给4号位或2号位，现在看到超跑慢慢去抓到你两边边位的攻击手的节奏的时候，这时候又叫苏和顺势的切进来，对，有里有外改变节奏，对，反而3号位这边靠近3号位的进攻，是。但卡拉基本上没有任何战术了，反正就是重扣的得分。但无论如何，它就有效果。就你不用叫我切什么战术，你就球给我就好，我自己会想办法得分。发出了界外全垒打，卡拉他也很想拼哈，他相信每一场比赛哈也都要把自己全身的能量给释放出来，让大家看一场好球。来到第2局的局末点，阿飞不让对手那么轻易的过关。左边蔡佑群开网处理，垫高，还有修正给阿飞2号攻击，拦到了，
被飞的是可慧，不好打的一球，选择吊球还点高飞扑下去。好，组织一下，看台北精华换到左边来给苏和吊球啊，又是怪手。好，颁给极速超跑呢一部这个怪手，他们可能不能开超跑了，就开怪手了。第二局比赛，台北精华25比20拿下，双方战成了1比1平手，有点季后赛那种气氛了哈，两强的竞争。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彰化体育馆。
非常欢迎您回来。棋牌19年，今天12月16号，明天17号，在彰化体育馆所进行本周的赛事，彰化三大有限将士主场周的活动。那第一场女子组比赛就杀男分男姐双方各拿下了1局。第2局台北精华是占了优势，25比20拿下，攻击力优于对手了。在其他数据方面呢，也都是至少在。攻击这一部分呢，台北精华在第2局呢是发挥的蛮不错的。对，因为我觉得刚刚就说了嘛，前2局的状态，大家2队互换。哦，第1局超跑有非常好的防守，制造出很多的防守反击的机会。那第2局其实他们的接发跟防守没有像第1局的这么好，那所以也浪费了很多攻击的一个时机。那反观精华这边，其实防守越来越黏，而且他们加强了接发，那攻击手也越来越进入状况。确实，精华的攻击点蛮广的呢，哈，而且后排的进攻也是有的。至于技术超跑的攻击点呢，相较之下也是比较单调了一些。那主要可能接发这一环没有很到位啊，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攻击效率，所以攻击率不到30%。现在是第3局的比赛，在彰化体育馆，也都是欢迎球迷朋友们中部的球迷，中彰投地区的球迷，云林过来也不会太远。对，而且我刚刚现场稍微环绕了一下，看了一下，其实观众很多而且4周都可以做观众嘛，对，就可以挑选你喜欢的这个位置。那棋牌的门票其实是比较便宜的，也是欢迎大家来继续给值回票价，绝对是。同一个场馆，这个直男他只能看1场，那这个同一个场地，我们棋牌可以看3场。是。第3局比赛有小黑加压发球，卡拉的接发守住了接着修正处理球给比亚进攻，卡拉舒和后排给小黑吊球。双方来回波，第3局关键的1局，看谁先能听牌。还有苏和接到7块翁子云跟以任一个学姐一个学妹配合来不错，这都要训练的要沟通啊。不过以任现在已经千锤百炼了，很冷静成熟，个儿并不高，但是他在排球场上有他的一席之地。小黑的发球失误，双方战成了1比1。小牛教练也是随着我们台湾女排这集训啊，然后最后是参加杭州亚运很多的国际赛，那一整年下来几乎没怎么休息。你看这礼拜又是大川杯连打5场，然后再加上今天跟明天的比赛这礼拜也是没怎么休息。舒和重扣卡拉手起来，修正刚好在于文这里，蔡佑群后排进攻。第2局他得到了4分，再修正给舒和转成直线，那边有阿飞的拦网，阿飞没有 touch 到球出界。这个球其实它有一点点就是把球往外打、外侧打，有尾劲、有直线的这个感觉没有错，但是它从球体的上方包覆到球的这个感觉没有做出来，所以那个球太长了。以他打点的高度，其实也不会太低的可以强扣。当然讲是容易了，哎呀，太靠网了。修正球发生了失误，这是台北精华3比1领先。所以你举球的这个稳定度为什么刚刚提到举球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接发球没有到位，你修正球回去，你还是要有那个质量，给你的这个攻击手好处理是。宜轩的接发，好球率超过了70%，直接攻击的突破。然后宜轩的举球给卡拉强扣攻击，哇，突破了可慧的拦网，哇，这王建王后对后今天精华的2个拦中可慧跟子云其实针对他们的这个并位过来的外侧手，也就是里面的那一只手都没有做得很扎实，你都还是有一点点空间可以让攻击手做斜线的选择。卡拉今年有2场得分在20分以上，分别对新北中心以及凯撒。那现在这一场的得分也已经来到12分。贝菲掩护，比亚中间，卡拉挡下了这一球，用生命挡下这一球。余文修正球给蔡佑群，被拦到，很好有快攻吞下去可慧的进攻得分。
哦，这个中间手翁子云还有可慧跟乙任配合，都是就在乙任旁边这样了哈。这样子积极的，就是说很敢给快攻手。哦，那这个也会让快攻手有一个心里面会有一个激励，就是说我只要努力的跑，我只要每一波努力的跟进，举球员就有可能会给我。对。那很多我们常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快攻手哦，看到球歪掉他就不想跑了。哦，对。发球加压，可慧跳起来直接进攻，但宜轩在那里。哦，卡拉举球还不差的，被抓了下来啊！哈，这回可慧包了下来。可慧今年的拦网的表现呢，也还是不差，同时。在这个时候是急速超跑叫出暂停，台北金华5比2领先。台北金华拉出了一波4比1的攻势。那席尼莎教练过去，包括在卡达以及欧洲呢带过男子球队，另外在塞尔维亚的 U10青年队，他也担任过这个总教练。对，那他也认识那个我们男排那个 Moro 教练，他也是认识的。那 Moro 教练现在是说回到塞尔维亚带女子队，斜线攻击。哇，阿飞这个点哦，从第一局的部分其实发挥的还不错，2、3局到目前为止哦，还是找不到这个攻击的感觉啊，自己出现了很多的攻击失误。阿飞在第2局只得到1分，那么这一局呢，并没有得到分数，而且有2次的攻击失误。台北金华6比2领先，这时候把高兴元换上场，高兴元替补的举队。贴网过来，比亚的发球啊哦，直接可慧一夫当关，前面第1波、第2波的攻击相当可怕。什么？他们是叫他甘小毛啊，还是什么？太长了一球，不过还是接到了。高兴元攻击敢打球跑过了，哦，有时候也很难讲哦，就是运气吧，或者福将，对，福将了，然后敢打就好。是替补球员高兴元的得分，这场比赛他的第1分。他这个礼拜也是代表国体大哦去打这个大专排球联赛。是。左边。稍微有一点点的空间哦，让球就灌进来了。对他整个手的部分没有完全的往前压的动作。到了弃牌这阶段，那个磅数是更重的了哈。那另外高度也是更高。今天舒和得分已经到2位数，一年到头几乎没怎么休息。当然，他现在研究所了，有时候可能大专预赛部分了，单手就差一点点危险，小心！超跑了得分 ，Bronco 这个阿累第2局都没有得分，可以再多给阿累几个球了哈，进攻的时候，尤其他前排的时候。对，但是目前超跑的接发球接不进去。所以其实也受限到你能够举快攻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出手次数也相当少。对，虽然攻击率有到49%，就50%，但是他机会不多。攻击率次高的反而是像刘宇纯呢，以及王欣宇。吊球蔡佑群几个强扣，防守蛮好，台北金华也没有救到这一球。
这很难救了，是不是？对，你第一时间没有判断到脚步没有先移动，你要等球过来的时候，你才要做移动，基本上来不及。佑君也应该是从成大已经毕业了吧？是不是？还是5年级？修正给左边卡拉，哦，来不及。台北精华的机会哦，中间快攻甩边，但那里有高星元，再给卡拉强扣斜线，小黑防守。以任过来举球，后排给李书和攻击，又救到高星元，防守很好。再看台北精华背飞，左边小黑加快了，他跳大吼一声啊，单挑 Bronco 哦，单挑阿累了。敢打了，对，敢打。目前小黑。吴方宇得到了8分，整场比赛。以任发球，以任今年的拦网也表现得不错。蔡佑群接发，哦呦，这个球其实他有站到位，但是球进来的时候，那个球是高速旋转的状况啊，而且那个球磅数又很重。卡拉，所以你在守卡拉的球，除了你站位站到之后，当球进来到你。接触到你的手的时候，你要怎么做缓冲？然后你要去配合它的一个旋转，让球挡在球场的中央。哇，这个是有难度的，非常困难哈。你像如果嘉轩来讲的话，他去接那个布莱恩的球哈，现在也已经比较好一些了哈，而能挡下来，而且几乎甚至用肩膀的胸膛接的越来越简单了。对，就像在彰化去找到霸王店是一样那么简单哦。是。空肉饭呢？肚子饿了。比亚，好修正球的处理哦，比亚稳稳的出手。比亚比较打长球多一点，另外他打点也是比较多了哈。对，所以倒并不是强扣型。对他打点不高，但是球都打得很长，那当然球质也很重。确实，拦网啊或者防守都不好抓。哎呦，小黑想要加压的发球，弹指神功。差一点，在第3局，现在台北精华11比8领先3分。余文发球，上球季他的发球得分在前10名。石晴的接发球很好，后仰直线守住哦，余文。再来，中间快攻，注意垫高，龚子云修正处理球开网。还有双手救球的是卡拉，来回拨喽。这波还是给林书豪选择吊球，那边蔡佑群注意。哇，没注意到这卡拉假动作。哇，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卡拉这个动作哦。对。哇，这个放球放的跟有点像我们那个在看那个羽球比赛一样哦，吊小球，对，吊小球，而且他那个动作是感觉要送到后场去，这带自己附身了。显然也都有看羽球年终赛，太长没有，逼快掩护，左边给舒和报仇，那边蔡佑群守住哦，现在只有2分差，卡拉过来，还有球，修正，高星宇至少敢打，跳慢一点，来回拨背狙给毕亚，吊球后面倒在地上是李怡轩，又来这一招，再一次给毕亚1对1，巴西对巴西，哇，出网了，啊，差一点点，可能是精彩的来回拨，哇，这个里约大战，对，好极了。比亚前一阵子家里有事情，回到了巴西一趟呢，现在回到台湾，在他所热爱的气牌台北精华的第3年，洪子云也是表现出色的新秀，高星人敢打，啊！这个非法阻挡啊，把蚁人挡到外面去了。难免的哈，有时候会碰撞在一起。2分差，第3局关键，被局给毕亚加快，直线那里有怡轩，
高兴元敢打单手，比亚能够救到哦，斜线太长出界，哇，有好的防守哦，才有下一波的机会。那这时候是急速超跑提出挑战，对，不过他应该不是来挑战界内界外，界内界外是来挑战触网。对，没错，郑明峰教练举的是触网。哦，这个挑战就会来得很关键哦，因为第一时间分数是判给台北精华。如果这个球极速超跑挑战成功，就是双11哦，就是平手了。挑战时间呢也是球迷时间，他在中部的球迷都欢迎。今天、明天还有下礼拜呢，也是在彰化体育馆。对，在彰化体育馆的第一次作为排球比赛，而且有现场直播的比赛场。那因为排球场呢要有那个架网的那个杆子嘛，哈，所以要打所谓的打洞这样子，也是经过了一番整修。目前为止，卡拉已经得到了10卡拉哈。双方呢接发球数量前3名，小黑有22次，而卡拉有17次，邱世琴则是有16次，怡轩有11次。哇，挑战成功哎！哇，难怪西尼莎教练很开心哎，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对。所以这分是判给了极速超跑。哦，抱歉，刚刚台北精华的分数本来就是12分哦，所以现在是12比11，台北精华还是领先1分呢。不过已经追近了，对，只有差1分。敢可慧攻击平击球，一如差了1点，可慧的得分。好，可慧得分来到2位数，目前也是有13分的得分。台北精华领先2分，13比11。侧身的接发哦，怡轩很好。斜线邱世琴防守最佳球员之一。修正处理球靠网并不好打啊，还有没有落地？哦，踩线啊，越中线哈。对。也是很突然的哈，因为没有人处理了，所以毕亚要来帮忙。他最后要进攻，但是踩线了，只剩下1分差，12比13。极速超跑大战台北精华，也受到支持欢迎的2支队伍，女队4支队伍其实都很接近。高雄台电呢，还有新北中线。接发被破坏了，苏活这一次。自己处理球，哇！用身体挡下了是蔡佑群。好，一如过去防守，推到远处单手翻滚救球，余文啊，一如担任第2波，因为中间手要举球，加快进攻节奏，但是还是拦到，看看对，看看这一波的进攻怎么样？被飞的是可慧，但是被挡了一下，干脆突破以任得分。这个偷袭成功，对，可是这个偷袭感觉有点惊险啊！他这个球好像没有完全压到球的屁股，所以球反而顶高了之后掉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变成反而超跑有点吓到这样哈，因为卡拉也定在那边没动。因为一般来说往上的压球是直接压下来，但是他以任刚那个球是有点把它顶到球场的正中央啊。14比12，发给卡拉。阿累，中间甘可慧没有人拦网，阿累怎么没有跳起来呢？可慧就不客气收下来。可慧目前也已经得到了14分。3分的领先台北精华，每一分都不容易。选手虽然已经连打5场大专联赛，但是气牌更加注意。蔡佑群依旧活力满百。蔡佑群攻击的得分，从第2局上来之后，蔡佑群现在得到了6分。还是咬住哦，超跑。高兴元发的蛮好的，小黑跳起来又拨的，已经靠网。超跑的机会，而左边给蔡佑群重扣，双手救起来，邱世琴
太长出界，小黑已经在头顶后方。超跑线的追星中看到了台北金黄的车尾灯，也使得这只大金鱼哈现在需要喘口气哈，喷喷水一下，休息一下，叫暂停。势均力敌，然后对，很精彩，而且不知道最后结局会怎么样。是，而且看得出来两队哦，从第1局打到现在第3局，每一局的状态都有起有落哦。是，但是第3局算是很接近哈。对，整个过程都咬得蛮紧的。暂停之后能够得分了，蛮重要的。甘可会攻击敢打。那这个也去考验到球团哈，不只是选手，还有教练团，他在每一局里面，每一个时期，他要怎么样赶快帮助球队进入到状况。确实哦，就是教练有时候反而心理方面的哈，是这最重要，心理还有士气。而蔡耀全的攻击敢打，但在前排是翁子云还有乙任呢在前排。蔡耀全得到了7分的这场比赛。看起来双林可能打大专联赛打得也太辛苦了，主要是右群替补上来之后，他的状况很好了哦。也对，对，所以如果他正常发挥的话，把他继续放在场上也是 OK 的。后排给舒和，哦呦，还有救到哦，包括了余文，贝贝，刚好被卡拉给拦了下来。翁子云面对到巴西的卡拉，没有办法过关，不 OK。哇！不过刚刚这一波来回的得分，最主要的关键在于高欣源那个很精彩的防守。是，哇！刚刚那个速度超快哦，他直接用这个高手就把球挡起来了。卡拉也能够拦网，今天有2分的拦网。很快的，台北金华也能够再拿1分，所以继续保有领先。小黑的得分在这一局第3局，小黑拿下了3分，累计9分的得分。乙任发球，刚刚那个突破的偷袭的得分。贝飞是阿累转直线，只有一个人拦网并不容易。他打起来也是稳稳的了哈，就不急，然后看好了。今天得到5分，不过在第2局没有得分，发球发生失误，因为是很接近的比赛，对，就比较可惜。在第3局2队的发球已经比较好一些。卡拉斜线挪一挪。想要锁定一个比较大斜线的角度哦，但是球没有打进来，不容易哈。卡拉身高也并不是特别高，贴网过来的发球，但是接发 OK， 卡拉又失败哦，这样子。当然他是队上的这个主攻手了哈，也绝对可能席尼莎教练哈还让他喘口气一下，让他喘口气就好了。就这个数据来讲，就是接发球之后的攻击的成功率，台北金华是44%。对。那在来回波的情况之下呢，超跑呢还不算太差，有30%的这个成功率。那换句话说呢，超跑在接发这一环可能还是比较差的哈。对。
只有在第1局的时候发挥比较正常哦。其实2、3局的接发的到位率都没有很高。是。但另外，尤其在第1局也很明显的，就是在来回波以及防守上，他们做的是不错的，是超跑进步的地方。对，那其实从第2局刚开始到现在，金华他们在发球上面，第一个有设定人，然后再来他们的发球的质量上面也有做加压。确实，这一分拿下来，使得台北金华连得4分的情况之下，目前取得21比17的领先。哇，刚刚卡拉的连续2个攻击失利哦，确实对这一局的这个战果哦，会真的影响非常大。看起来是个关键了哈，直接霸包啊，而且发球又发生了状况，翁子云也不客气了，哇，连续打了一波5比0哦，这样子5分差的比赛，现在几乎超跑已经没有暂停可以叫了。这时候把刘双林换上场，让卡拉稍微喘息一下。第3局，双方前面2局各拿下1局。这个换人也干扰了一下。不过本来台北金华就是要加压，对，发球的时候。那小黑也曾经是7排17年的发球得分第1名。4分差，台北金华还是领先。余文发球。稳稳的接发球事情，臂压进攻斜线上手，那他这样守他的球要站后面一点吗？基本上可以稍微站的后面一点点哦。这刚余稳有点太趋前防守，是对。或者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臂压的球的落点比较少掉在5、6米，大部分都是在7米以后的位置。看起来是这样哦，接发很好哦。双林刚刚上场，再来，一任交给了可慧，单手甘可慧的得分，台北金华现在来到了第3局的局末点，24比18。可慧今天是大杀四方。看起来就是台北金华今天算是比较是全员到齐这样哈，而且大家都有发挥。重扣被可慧挡回来，然后6个和尚没水喝，都打到乱掉了。是，应该说了哈。最后一波的算是一个8比1的攻势，那台北金华也收下了第3局。目前台北金华2比1领先极速超跑7排19年。今天12月16号比赛在彰化体育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非常欢迎您回来，在彰化体育馆的棋牌19年12月16号比赛，超跑跟台北精华目前前3局打完，台北精华2比1领先，在第3局。 超跑的攻击率还是只有到18%，失误加上发球失误的次数有5次。当然下滑卡拉那2次的这个攻击失误啊，应该变成关键了。而且发挥在应该说出现在很关键的时刻，那个时候是17比17的时候，连续打2颗球的这样子的一个失误啊，整个球队就好像对顿失重心。对，而且那2颗球几乎都是。 你去想，整个队友就是把这一颗球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哦。而且卡拉又是主要的这个攻击手，那在第3局比赛呢，台北精华的攻击点还是比较更灵活，比较全面一点。另外就是3号位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蛮多的。后排攻击双方比较少一些。好，第4局的比赛开始，于文发球，苏和第一波的进攻拿下了这1分。苏和的棒数够重，还穿透了。 两大佬就怡如还有阿飞，现在阿飞休息了一下哈，这局又再度上场先发。苏和现在得分也来到14分，目前是大会的平均得分后，那总得分则是位居第2。台北精华打的场次还是比较少，比台电少。过往击坠了，蛮好的发球，又点的，哇，还是接发的问题啊。 看起来就是台北精华本来他们发球就是有一定威力了哈，然后今天发的质量都相当好。第1局他们只是可能先设定说先把球发进，对。那现在等他发进，开始找到那个空间感觉来了之后，开始就是设定人，然后跟落点，然后再加压。是。 也使得超跑整体的接发情况并不理想。对，而且精华的防守的那个积极度哦，跟这个专注度，每一局都在增加，更加熟练了哈。看起来整个运转好了以后，他们相当的顺畅。修正换到右边，卡拉用点啊，任何方式得分都好，还是给卡拉，球给卡拉就 OK。卡拉得到16分。 当然，他希望帮助球队赢球。有时候个人得分20几分、30几分那个不重要，尤其到了季后挑战赛或者总冠军赛，拦网出界而才有群，差了一点。比亚1对1的得分，比亚的归队让台北精华好像也是吞下定心丸了，就用原来的阵容哈，冠军阵容又回来。是，而且你可用之兵就应该说你在整个人员调度上面，你可以更加的灵活。之前他不在的时候，只能靠陈杰。那陈杰有时候状况好的时候当然 OK， 那有时候你状况有起伏的时候，那你没有人可以换。那但是现在毕亚回来，他当然是站稳先发，但是你如果等毕亚的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又可以换上陈杰来做一个替补的动作。是。 如果说刚刚那个球是于文先碰到球的话，那然后可会再去干扰，这样还是看于文有没有起跳，因为于文他现在是后排。哦，对，他现在是后排球员。对。放一个短球，台北精华进攻突破偷袭，单手就到哦，一如奋勇救球，而且攻击得分，阿飞的得分超跑3比3平手。阿飞在2、3局也消失很久了。消失的阿飞又回来了，他第2局只得1分，第3局得0分。他第3局好像也很少上场，就是对，已经退无可退了。超跑把最佳阵容排上来，侧身小黑的接发还蛮好的，被飞可会要回了这1分，4比3。今天可会得分17分，是目前2队得分最高的球员。 1分差，第4局的比赛，卡拉接发，低快攻给阿累，守住的是邱时晴，界内后甘可会单挑阿累，用速度取胜。哦，也许大专联赛比较不太需要用到可会啊，所以他依旧是尽量小子。
拦网哦，后面还有阿飞，阿飞来了，斜线的攻击得分，斜线对，就是说金华有碧亚嘛，但超跑有阿飞是。阿飞这个这个往直线切之后打这种 inside out 的这种手腕往外翻的这个动作打得很漂亮。是阿飞也是棋盘17年得分后，哦，现在可会在前盘是多用他了哈，而且接发到位啊，有各种快攻的打法。现在可会包括体能也好哈，整个融入球队啊这部分都是越来越进步。对，而且还是持续的去让这个阿累做很多的移动。那你移动过程当中，当然拦网的动作就会比较不完整一点。接发还是没有到位情况下，整个修正处理，但是吊球刚刚好，蔡友群第2次吊球吊到了大鱼，吊到这只金鱼，是会有假动作帮忙，是不是？跳得很高，简单来说，这一个球应该是碧亚的动作太慢了。OK， 对，这个球是有机会救起来的。是，右群得到8分，不过还好，台北金华也很快的要了回来。保持7比5的领先，中间有甩边的翁子云的得分，高中排球联赛的冠军选手，在英歌工商，现在来到北师大也是成长，目前得到9分。过往后加压发球，过往击坠了，卡拉过来，再修正，再给卡拉，转成直线，以刃手起，处理球。背飞的是 Bronco， 还是给卡了。还有要换人吗？后排给蔡佑群，闪太多出界，差了一点点，不然耀群这个攻击是还不错的。哇，于文现在这个因为攻击手状况不好，所以他现在有点陷入在分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部分每一个球员在场上的。像每个球都要跑起来，对，都要动起来。那你在分球的时候，你就会让对方的拦网就是会去意识到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球员状况不好，我下一颗举球员他就不会再举给他，所以他就可以提早去做另外一个球员的这个布拦。是 Monster Block 碧亚在里约大战当中这球胜出，一度追成平手的超跑，现在又落后4分了，赶紧交战。Zero energy, zero energy. Anyway,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Try to give your best. Okay? Doesn't matter for result. Even if you lose, doesn't matter. Try to give your best. Okay? Come on. 台北金华拉出一波4比1的攻势，把比分稍微拉开，而且最近的8分当中呢是一个6比2的攻势。是席尼萨教练基本还是提振士气了哈，就是不要放弃了，然后精神打起来。他甚至说这段时间球队是没有任何能量，没有任何精神。有时候真的打球就是凭那股气哈，那个。而且排球场里面士气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股气要打起来，然后能够让它串联下去，我想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就他并没有提到说球要多做给这个阿累，但是就是。球员大概也都知道，然后余文大概也都知道，马上拿下了这一分。阿累发球，接发 OK， 靠往碧亚终极哦，现在在中间靠近3号位、2号位之间，攻击点还是蛮多的。后面还是能够守住哦，阿飞。斜线太长了一点，苏和攻击出界。目前10比7，台北金华领先。余文发球，小黑接发可以，很快的进攻。修正到左边给卡拉，重锤被拦下来，而碧亚连2球拦下了他的巴西的同胞选手卡拉的进攻，而且以任
不对不起，翁子云也过去帮忙。今天超跑的球还是打不进去啊。对，今天看起来对卡拉这一点，台北金华守的还是不错，给他压力，扑下去就接起来，比亚守住了这一球，还敢打哦，可慧一个边线球，可慧相当的开心，今天得分到了20分了台北金华又回来了，起来18年的总冠军队伍。翁子云新生力军的加入，台北金华爬过，阿飞处理球，好球，最后打点成功啊！阿飞的得分，超跑还在8比12。阿飞在第4局这一局拿下了3分。再追追看哦，卡拉发一个短球。逼快攻掩护，反身直线，余文守住。蔡佑群他跳的攻击的得分蛮重要的追成9比12。超跑这样子继续慢慢追，还是很有机会啊。也是合理的进攻蔡佑群有他的得分的能力所以他虽然不是特别高，得到了9分。比亚还颜色，但被卡拉挡下来。再给右群并不好打，拦网出界，右群得分连得2分，使得超跑逼出了台北金华小牛教练就要暂停了。应该是说右群逼出台北金华，对，右群逼出来了，对。主力攻击手还是接发球呢？因为对方球大概都会发给主力攻击手所以卡拉跟这个小黑他的接发球次数会比较多一点。当然自由球员呢也要多承担一些。那自由球员宜轩呢，还有邱世琴他们接发以及防守能力都非常好。对，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个数据两边这个发球被最常找的这个极速超跑这边，当然大家都发给卡拉，然后另外一边的就是台北金华那边是发给吴芳宇。对，苏和。小黑的接发好球率也到43%，送到了心脏地带，卡拉直取对方的核心，只差1分11比12。卡拉得分也来到17分。这时台北金华。林良带上场，后面看啊是施启，可慧这次长攻可长可短，拿下了这1分，也终止了最近极速超跑的连4分。还是交给身材优势比较高的可慧来做攻击，比较有机会，比较有把握。可能他今天也是觉得很顺他也很积极的要求。他今天状况很好。对。21分了，也是本季他个人最高得分。靠近，可慧还能防守，后排给小黑过来，卡拉刚好在那里，修正给左边蔡佑群，选择吊球。一如这个球竟然点过去了，再来要快攻吧，结果给阿飞斜线，不好打超跑的机会。左边蔡佑群吊球单手，蔡佑群的得分，比亚也是蛮辛苦的，就是哇，这段时间真的靠蔡佑群把超跑又回到了这一局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双方1分差的比赛咬得相当的紧。蔡佑群这一局打到一半，现在已经得到了4分，等于超跑的1/3的得分是他获得。一如发球。也有威力。
接发是林良代，林良代上场进攻哦，第一次出手就有哦，敢打就有，也是高中排球联赛 HVL 这个英歌工商冠军队的 MVP， 但不是特别高了哈，但是也还是可以哈。对，敢企图中加棒。基本上我们对于新人的期待，不要想说要得到什么得分后，我觉得这个距离太遥远，但是。最起码你到球场上面，你要敢打的这个胆识要先打出来，是哦，然后再来你在高中时期很扎实的这个基本动作，你要继续能够衔接上来。那你面对到企联这么多的优秀的选手，比你的高中联赛的成绩在更拉高的时候，你在这个战场里面能不能够去发挥出你的另外一个得分的手段跟方式？这个也是这几年他们这些新人们哦要成长的主要的课题。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个进步成长哈。这球界内送上遥远的祝福，小黑得分，金华继续领先15-13。就台北金华这些球员都不是很高大，但是他们确实就像洪庆林所讲，他们有一年的进步，然后有一些得分的能力。他们这几年确实有把身材上面的这个限制去克服掉。他用什么地方克服？就是防守。然后跟拦网的这个扎实度跟密度哦，这个部分就可以补足到你身材的这个不足。是。那再来攻击的部分的话，你说他们的攻击手特别突出吗？其实也不是。但是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的话，他们的攻击比较全面。那你有好的防守，你有很好的一个稳定的接发，你在串联，而且你又成功打出这个快速球风。快速球风对于比较矮小的球员来说的话，他的出手上面会比较有一点点克服身材上面的一个劣势，所以这几年其实金华确实有把这样子的一个球风给打出来。看起来这也是亚洲球队或者是说我们台湾女排对如果没有太高大的选手的话，那就没有像美静老师他们那一批的2006年杜哈亚运的这个铜牌那一批的话，那就只能够用快速度，对，用速度，然后加上你的防守，对。在追赶当中时，现在右群呢发生了发球数，不过现在分数真的已经一度追进，然后15平，然后现在只是15-16落后1分。哇，金华这边得分最高的是可慧，而且他打的是中间手，所以你看他这个攻击的这个责任的这个分配来说多么的重。是，相较之下 ，Bronco 出手次数并不多，不过刚刚那一分也很好。伸了怪手，救起来，卡拉，还有这样台北金华可能有机会哦，用拨的阿飞。后排给蔡友群攻击，那里刚好是林良代的防守也非常不错。接着拦网得分 ，Bronco 阿累又是南美洲的大对决。先救了这一球，在地上打回这一球，不过最后还是过不了阿累的10指大关。16-16，哇，很接近的比赛。中间快攻敢打翁子云，好，英歌工商队伍现在在气排发挥，发光发热，对。是，这如果他们的这个教练在看的话，应该非常的与有荣焉。是。111学年度，也就是今年2023年的4月份的高中排球联赛的冠军队，队史上第一次。小黑发球，卡拉过来敢打，在邱世勤的肩膀上过来，头部过来了，不过卡拉也过去致意了。对。卡拉现在得分来到18分。余文发球，今天杨一真呢因为受伤没有办法上场。接的 OK， B 快掩护界内得分啊，翁子云 B 快攻得分。哇！这个球也是很聪明哦，他第一时间要求一个快出手，但是又把球推到很长线的地方。这时候6号的翁子云的得分来到2位数了，第11分了，1分差。蔡友群接发好球，阿飞的进攻最后喷走一任小心，
而攻起的得分，双方18比18平手。哇，这一局你1分我1分，然后咬得相当紧。阿飞得分也到2位数，目前得到12分。目前得到10分。处理球，最后刚好送进去，轻轻的一碰，又是心脏地带。哇，教练在旁边喊得很大声哦。其实这个球臂啊，他的动作是可以预测的啦。第一个，他没有完全的助跑，完成完全力量的起跳。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意识到说，他是不是想要放短球？那等他球一出手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往前冲了。是。阿贝的攻击的得分还是咬住，双方19比19平手。这一局当然关键了，尤其对极速超跑红色衣服来讲。双方19比19平手，一路发球。林良代接发好球哦，可会背飞转直线打蔡佑群，这一点避开了阿累。这几波的防守都有机会可以守起来的。有时候前面拦网拨掉了一点点哦，反而你改变一下那个球的路线，然后你的防守的时候，你其实重心已经设定好了啊。有时候你突然改变的时候，你要转换那个重心再追出去，其实就来不及。是。20比19，1分的领先，卡拉去接球，修正处理，早点禁区，太长了一点哦，多，这个球打太多了。台北金华连得2分了，21比19。不过第4局其实2队表现都相当出色，分数依旧咬得很紧。极速超跑的纳卡西乐队演奏。Don't give them easy points. They have to fight for that point if they want to win. Okay? Just don't give them easy. Okay? After the timeout, good receive. First good receive. And after that, attack. Okay? Come on. 不给对手轻易的得分。对。另外接发球的注意，至少到目前为止，超跑这一局教练们还是满意的。对。哇，不过我刚刚一直看到，因为他在我们前面哦，刚这个教练有叫杨怡珍要热身，是不是想要在比赛的后半段让他上去做一些举球的调度啊？这看来真的超跑希望可以拿下这一局。对，这一场还没有放弃，绝对是上手的接发球，右群过来直线挡下来是舒和，直线守得不错，修正并不好打，小黑处理球。防守蛮好的，中间有快攻，阿累，这是请守住哦，靠网了不好打的一球，垫高，等待着最后一击，转身直线攻击得分，蔡佑群帮助超跑还在20比21，只差1分。上个球季弃牌18年的得分总得分的第2名蔡佑群。超跑得分能力没什么问题了，就是防守以及接发再加强的话，会更好。短平快，卡拉扑下去救到1分差，又是给蔡佑群。左边小黑，蔡佑群太辛苦了，给阿雷，要有变化了哈。对，余文。至少追平比分21比21。阿累这一场目前得到9分，背飞吊球，蔡佑群垫高，舒和后排处理，看一下超跑。左边蔡佑群直线的又是蔡佑群成了超跑今天的幸运星。当然他其实本来就很强，对，还有他的得分能力哈，最近连得3分了，几乎都是蔡佑群得的。而且现在超跑领先22比21，比赛还没有结束。哇，这样
从安乐高中看他的这个美静老师啊，应该也是很激动哦。当然，虽然这只是一场比赛。赶可会单手救到的是阿飞，再被飞一次，上手处理球，靠网不好打，但是蔡佑群又能得分，哇哦，连得4分都跟蔡佑群有关。哦，小牛教练要叫暂停了，没办法了，每个队员都过来好，恭喜蔡佑群。就不会再让给小不点了，好不好？然后你的防守站位站得太前面了，所以很多球都打在你的身上，不自觉的没有办法去做修正。陈杰先接发球，阿飞刚刚长短球有，你可以先趋前，你可以先趋前，来下一个。在这局超跑的接发球的攻击成功率到了31%，那来回波超跑也有所发挥，尤其蔡佑群这一点。蔡佑群这局光是第4局拿下了7分，突然发了短球，陈杰要敢打哦，守住哦，又是给蔡佑群，蔡佑群再次得分。其实超跑来到第4局的局末点，哇！金华也知道这个球要给他，但是就是挡不下来。这部分，哇！而且现在几乎他们往接起来，直接往4号位送。这个时候他面对到的拦网是乙刃啊，乙刃啊，对，很多的直线球的进攻。这一个分对金华相当的重要，甘可慧的得分，22-24。好，现在就看拦网了。哇，会不会我们第一次启用彰化县立体育馆就打5局是不是？就打5局啊？不可能哦。终结快攻给阿累，往上处理，乙刃还压过了阿累。这一次的机会，对，被快攻掩护陈杰，会不会又给佑群呢？很可能。蔡佑群收成。最后一个据点，在第4局的最后1分，蔡佑群拿下了局末点，25-22。其实超跑把战线你就讲太早了，就要打第5局。不过好看精彩。我刚刚在休息室吃了5颗橘子啊。好，果然哈命中了，被你命中。那这场比赛打满打好，大家有好戏可看。彰化体育馆的气牌19年的首场，彰化体育馆的首场的比赛，真的就打满打好。别走开，马上回来。
好，非常欢迎您回来，在彰化体育馆的棋牌19年本周的赛程，12月16号跟17号以及下周的赛程都在彰化体育馆。那第一场呢，就沙南芬兰姐将进入到打满打好的第5局，超跑跟金华现在2比2。第4局，超跑扳回了一城呢，攻击率比金华稍微高一点点哈。那另外他们在攻击得分方面呢，也是有20分的攻击得分。是这个攻击应该有一半都是蔡佑群。光这一局蔡佑群就得到了9分，果然是一半。对，大部分他在4号位的攻击。这个开个玩笑哦，这个其实我们每一周的这个企业联赛哦，到各县市去，我们地方的排委会都会准备非常丰盛的这个水果类的东西哦。那下次建议可能就先不要准备橘子哦，对对。但是可能困难了，因为这个橘子毕竟是这个时节的这个当季的水果啦，对对对对，又便宜又好吃哈。洪子云今天发挥的相当好，阿飞界内哦 ，OK， 双方1比1，第5局是短局数，抢15分。不过我觉得金华也不要气馁哦，因为其实他们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哦，还是很有的拼呐。一般追平的那支队伍可能士气会比较高。对，哦 ，OK， 一球一球打哈。对，没错没错，一分一分拿。先把自己的节奏，然后举球员跟攻击之间的搭配要什么样的速度，要什么样的高度，先沟通好，搭配好，哦，就慢慢一波一波的这样子慢慢做。比亚今天得分到2位数，而且有2分的拦网得分都在第4局。哦，比亚防守，关键的第5局拦网卡巴的是邱诗晴，带着斜线哦，撇得蛮好的。修正蛮不错的，吊球单手就到，再拨突破，还没有落地。蔡佑群来喽！哇，今天针对他这样子的一个往外扫的这个攻击哦，还是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对应的方针啊。他是第1局还是替补球员？对，但是他现在越打越好，越打越好，对，得到16分。第2彰化会变成他第3个主场。你说台南也算大，对，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之前那个国体大嘛。另外就是他高中的是在基隆嘛，今年气排士也到基隆去。哦，现在超跑真的这个看来润滑油也是很顺。是。应该是第2个主场哦，第1个主场是成大哦，然后第2个主场应该就是这里。对。阿飞得分也来到14分，中间掩护斜线，拦网出界，也是棒数够重哦，舒和仍然有能量，没问题。舒和得到了16分。而且他今天也有拦网的得分，双方3比3。那蔡佑群这几局的这样子的一个爆量演出，也去 cover 到这个卡拉这一场球赛里面得分比较没有那么多爆量的一个部分的缺失啊。是。哦，现在第5局的时候，阿飞大概中间包括第3局也休息了一段时间了，而他也挺身而出哦。阿飞也是一个懂得搏版面的人啊，他不可能让你持续的去忘记他。第5局他得到3分了，接发 OK 哦，突破让聪明会。对，这个球看到佑群的手起来之后，然后再改变路线往外打。杨可威这场比赛的得分呢，也是来到了23分。来到了24分，刚刚这一分的得分，双方4比4的平手。蔡佑群自己救，差了一点点。这种在侧边的球要接，还是要尝试垫高，是不是？身体要先过去，我们还是希望说身体先移动，你先移到正面的部分，然后你整个身体的重心才可以去掌握住，然后再把球再接回去会比较好一点。蔡佑群守起来，卡拉
很吊的，苏回过来举球，小黑太长了一点呢，没有 touch 到的，由超跑拿下了这一分。提出挑战，挑战的是拦网的触球，并不是接内接外。蔡佑群今年对凯撒饭店连锁那场比赛有得过25分，当然面对的是高中生为主的队伍。今天碰到的是战力更强台北精华，但是仍然有出色的表现。可会得到14分，蔡佑群跟卡拉各得17分啊。我们看到这个桃园台产的教练，还有就是自由女神呢，梦话预计第3场比赛将会担任奖评。我们下一场就是彰化3大有限的主题周的活动，没有碰到。阿累应该是有剪指甲了。小雷教练说有，好像碰到手指头哎。这个当女排选手比较大的遗憾，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美甲其实很夯啊。那但是基本上我没看过排球选手会去做美甲的也没有办法带这个假指甲来去就是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装饰。是。扑下去救到的是林书豪，左边给小黑，他也是蔡佑群救到，卡拉，卡拉这一季的强袭球，让吉鲁超跑现在取得了领先。超跑现在是6比5的领先，蔡佑群发球。接发是林书豪，比亚后排进攻，界内刚刚好在角落送上了遥远的祝福，哇，确实是界内，刚好是一个死角。不过你看比亚在攻击跟阿飞在攻击，比亚他就是用整个手臂的力量会比较多，就直接加上去，所以他的路线上面并不会太多的这个角度太大。但是阿飞他是除了加力量之外，他还会加上手腕的翻动。OK， 一个细快攻的攻击，余文现在跟阿累配的也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举得也能够到位，让阿累蛮轻松的能够得分。这场比赛两队都各有4位球员得分到2位数，实际上是势均力敌的精彩的比赛。超跑7比6领先。比亚换到2号位，对不起，4号位进攻，拦下了这一球，很开心哦。现在超跑是8比6的领先，要双方换场地。哇，这场比赛最后到底，只是无论如何就是2队呈现一场精彩的好球了。当然，对。其实超跑尤其并没有放弃在第4局还多半时间处于落后，对，但是最后能够拿下第4局。而且我记得第4局好像一度有到这个分数被拉开的这样，对，3分4分这样子，对，有到那个差距在。哎呦，没有 touch 球出界了，现在是3分差进入超跑9比6领先。哇这你讲的就是一物降一物这样是。今年球季到目前女子组了，看起来金华要过超跑这一关很难哦，赶快叫暂停。有点太靠近了。OK， 没关系，大家先专心打，先把这轮给过去。有。最近一波超跑的5比1的攻势，现在在决胜局第5局9比6领先了3分。在这场整场的比赛，吉鲁超跑在来回波的反攻这方面做得相当的不错，要优于台北精华。比亚
后排吊球给蔡佑群，再给比亚，太靠网了。超跑的呛手，卡了！哇，这个球做得太低，是。修正给小黑敢打，小黑攻击了得分，刚好弹的相当的靠网，让于文也很难抢救。哇，双方刚刚连续2次的关键4号位的举球都没有搭配好啊！一边是比亚的攻击哦，吊球，然后一边是卡拉也是吊球。看来决胜的关键人物可能还是台湾选手。是，不过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哈，整场。小黑加压，算下来了，就是他本来发球就很有威力嘛，717年他的发球得分第1名。那今天是参考是有4次的发球失误，不过这是5局的比赛，10比7，超跑领先。第5局短局数。小黑接发好球，舒和过来喽！送给了教练。舒和的得分，在第5局，舒和拿下了3分，8比10。还需要还要再来，台北精华。翁子云发球，今天表现也很出色，得分到2位数，接发还可以。阿飞攻击带撇，就像洪清刚刚讲，他手腕用得太好了，而让对手难以捉摸。钻过2个人中间的哈，而且送到没有人防守。你只要有办法能够让球增加更多的转速跟旋转的方向的不同，你接触到对方拦网的手，他就有很有大的一个几率会往外窜。是，第5局他得到4分，西快。再来左边靠网，舒和强扣球夺，舒和力拼对方拦网。今天舒和跟阿飞2个也互相尬上哈，本土2大天后之间的对决。关键的第5局，舒和也得到4分，阿飞也得到4分，2分差，台北精华在追赶。比亚。哎呀，过来了，还好。菲菲是可慧攻击的得分，好，可慧今天得到了25分，也有机会写下他个人的纪录。但重要是球队要能够赢球，追成了10比11，哇，精彩！又逼出几乎超跑的暂停。当然，超跑刚刚那1分呢，还是发生在接发球。对。End of the set. Try simple to play simple as that. Okay, she scored everything. She scored everything, and you play first tempo back. See, right? Okay, just calm down. Good receive, good receive. Focus on your reception now. Okay. 一方面呢，这个辛丽莎教练还是强调了就是接发球的重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醒了于文的举球，其实在关键时刻呢越简单越好。对，尤其蔡佑群现在的攻击火力又蛮猛的哈，给右拳的球可以简单一点。但相信球员在场上也都知道哈。对，现在就看最后执行，1分差，宜轩接发好球，蔡佑群过来了，简单的蔡佑群就是为球队建功，12比10。对，简单来说，刚刚教练的战术就是说不要打得那么复杂，你就球有接起来，就直接交给蔡佑群就好了。12比10，几乎超跑领先2分。哇，杨一真这个时候上场了来发球应该也要举，但是于文也在场哈。拦网杨一真是一上来好像对手就会害怕的样子。当然这个球是拦网的得分，蛮重要的。骑兵很13比10。阿飞这一季的拦网，阿飞现在也是所谓的第5局小姐。没有看，拉开一下。OK， 很好啊，很好。如何启动都
局极速超跑家族的马力，现在是3比10领先，很精彩的对抗，而且气氛相当热烈哇！超跑啦啦队了应该感到开心。1比2的落后，贝菲可会被拦回来了，而且又拦到一个完全没有人去防守的位置啊！阿累拦到了最遥远的地方，邱诗晴只有望球兴叹。来到这场比赛的赛末点，杨一正。好，杨一真还是今年棋牌19年的举球好球率最高的女子球员，举球员22%的好球率。那第2名是以任，台北精华11比14落后3分。就最后一集吗？比赛结束，极速超跑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在1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了2局，决胜局的第5局呢，也以15比11拿下。哇，真不容易啊！对。但是精彩的好球是非常精彩，而且这场球赛也打了超过2个半小时。对，那过程当中互换领先，然后每个球队的起伏都可以在每一局上面看到。我们也看到球队很及时的调整回来。那当然他也有劣势的时候，劣势的时候怎么样去逆转？我想第4局的极速超跑就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哦，就是说球赛不管你落后几分，还没有到最后一刻，哨音还没有落下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今年的气牌的女排势均力敌前4强队伍的差距非常的些微。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行赛后的记者会。
喜极速超跑Top Speed 拿下了胜利。Well, congratulations, Coach. Thank you.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this whole game? Well, it's a good game, I think. Yeah. I can be so proud of my girls, really, because they show the character. Even if it doesn't go well, they give their maximum. So we showed that today. We had some problems with the injuries and everything, but they forget everything and they give their maximum. So to win against the King Whale 3 times in a row, it means that we have some quality. Of course, once or maybe 2 times you can win by luck, but 3 times in a row you must have some quality. So what's your quality? What's your quality? Our quality is team. Our quality is team. We try to play as a team, not with 1 player, with 2 players. No, we try to play with the whole team. Not only 6 players on the court, also the 6 players in the bench. So that's why I'm so proud of them. The setter, the number 2, your new setter. But she's not new. No, last year she played. Last year she played all season. So that's our plus, that we have 2 good setters. So she played really good. She played really good today. OK, Thank you. 佑群，今天面对这么强的队伍，你敢于出手，是有什么魔法吗？今天？我觉得就是现场有看到很多加油团的人来帮我们加油，然后我们团队的气氛也很融洽，所以就让我打得很有信心。这样。美金老师会有看你比赛吗？不知道，应该会吧。应该有了。新的教练来，会不会有一些适应上的一些困难？我觉得还好，就是教练蛮可以跟我们沟通的，然后就是概念上我们也是接得不错。那你现在学业方面呢？告一段落。还在大5吗？还是？对，大5。还在大5。OK。还5年级。好。好。阿飞，现在团整个超跑今年现在是败的最少，第1名的球队了，可以这样讲，胜率是第1名。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团队一条心吧，然后拼每一场比赛，然后也有把平常训练的东西都发挥出来，对吧？对啊。你自己呢？到今天你们看到第5局关键时刻，2、3局没什么发挥，但是你第5局能够挺身而出。因为我觉得我在2、3局的时候，其实我的节奏不在球场上，就是做什么好像感觉就是有点绑的，然后打不到球这样。可是有下去休息，让我冷静一下，思考一下，把自己的感觉找回来。所以就第5局的赶快把自己调整回来。手腕这一部分呢，你在攻击时，手腕如何运用？手腕吗？其实我都是习惯打半边球，不太有时候偶尔才会打正面的球。其实我都是打半边球，然后去闪去撇，就是打他吉奥的球，对啊。还恭喜超跑，谢谢。Welcome congratulations again， 恭喜超跑拿下精彩的比赛，谢谢。我们也请洪青呢为我们做赛后讲评。好，那我想今天这场真的是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正式进入到这个气排的比赛场地之一的第1场球赛，就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热血跟张力哦。那其实这场球赛来看的话，双方互有优缺点。那主要就是在接发球的状态上面的一个转换哦。第1局的部分的话，超跑这靠着非常稳定的一个防守，制造出更多的攻击机会。那也充分发挥出他们对上的几门这个火炮的一个威力。那在第2局很快的看到2、3局的时候，金华很快的调整他们原本稳定的一个防守，然后跟他们打这种快速跟反击球风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后，在第2、3局收下了胜利。那在第4局，我刚刚有说了，极速超跑充分诠释了这个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个精神，一直到球赛的最后的部分的话，才逆转超前。那到第5局，当然气势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在第5局他们能够更有优势，而且更有士气的去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哦。那蔡佑群的这一场的爆量演出，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确实，就尤其第4局他们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右局能够单局拿下了9分，而且在关键时刻呢是1球1分的情况下，也把台北金华的气焰给压了下去。那整场比赛呢，在攻击力方面，金华虽然是36%优于肌肉超跑的这个31%，那篮网得分也是比较多，发球得分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就是整体失误次数，台北金华还是总共发生了31次的失误，然后这还是比较偏多的这个情形，而且发球失误就有13次了哦。当然，新的场地需要新的这个适应。不过其实总得分来讲是。金华是得105分的哈，那超跑103，但是局数呢最后是超跑拿下胜利了。是，就无论如何是一场势均力敌、精彩的比赛。对，在攻击路线上面呢，也看到今天后排攻击呢并不是很多，两队的防守都很好。那金华充分的利用了中间的快攻的这部分，但超跑其实在阿赖这一点的这个攻击这方面哈，后来第4跟第5局用的也比较多了。对，没错。那我觉得今天卡拉他本身的这个攻击得分确实有受到台北金华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防守会有稍微去限制到，但是。我刚刚说了，其实多点开花，超跑今年的补强，阿飞的回归，然后加上蔡佑群，他适当的时候都会提供给球队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还有目前就读高师大的这个双林，其实都是即战力哦。那加上宜轩有非常稳定的这个防守跟接发球的部分，我相信超跑虽然杨怡珍今天受伤，但是替补上来的余文，你说这场球赛的配球不 OK 吗？我觉得还 OK， 至少他都有帮助让这个队上的很好的攻击手有得分的一个攻击机会，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举球员的一个表现了。对，确实这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哈，构成了现在的极速超跑呢是有竞争力，而且落后的时候也并不会放弃或者不会慌张哈，这样使得今年气排19年在女子的部分呢4队都很接近，是，这每一场交手都相当的具有可看性。那么稍后呢将是彰化三大有限的主场周的这个活动哦，也是非常的热闹。第1次来到彰化体育馆的企业排球联赛，那地主队彰化要对战云林，那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这个锁定。谢谢红青精彩解说，谢谢。下一场你要去主持哈，这个我等一下会再回来，对，然后送给大家多一点奖品哈。是，好，我们下一场比赛见，拜拜。好，拜拜，谢谢。